嗨，大家好！今天呢，再一次出来骑行，依然是骑行在富民路上啊。但是呢，今天的方向呢是向南，希望呢能够骑到一处少人的乡间到农村地带去走一走，看一看。刚刚我从营都路站那边骑过来那边还是一整片的工事，我就没有开我的摄像机，因为那种工地乱糟糟的景象我不愿意把它放到我的镜头里面。现在呢，骑到富民路向南的这段路上呢，可以看到夏季的景色，那些大树都张开了它的树冠层层叠叠的绿化。一派夏季的景色让人感觉特别的舒服。看到一台哈雷摩托车在中国还是比较少见，在美国大街上到处都是。在马路上骑行呢，一个要看天气今天天气还不错，说是要下雨，但是应该下不下来。现在呢是一个多云时而转晴的这么一个天气，气温呢30来度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个骑行的温度。路上的风景呢非常影响骑行的心情能否愉悦呢？除了运动带来的那种激情之外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悠闲骑行来讲，路上的风景甚至有时候是决定我心情好坏的因素。所以呢，我尽量希望呢，能够在那些绿意丛中时不时呢，能够到乡间去骑行一番，好像让整个人的精神灵魂呢，能够得到一些净化。也正因为如此呢，每当骑在那些绿树成荫的大道绿化非常充分、非常美观的道路的时候呢，总会对那些市政建设者心存感激。感谢他们呢，为那些出行的市民提供了好的环境让这些优美的环境给大家带来愉悦。转眼呢，又来到了光华路光华创意街区昨天也骑过，但今天呢，我就穿过光华路，继续沿着富民路向南骑行。其实这边呢，就是砖桥镇以前呢就是农村地带。可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呢，已经找不到一块可以耕种的农田了，完全是一片市政的景象。
前方呢就是砖桥站5号线的地铁站啊。既然到了砖桥呢，我就右转到专兴路上啊，穿过这座老镇，但是呢，完全是一个新城镇的面貌啊。刚刚说到啊，骑行路上的愉悦呢，一部分是来自于优美的环境啊，好的风景，但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看人文。人文沉淀呢，主要是看那些传统的建筑，经过好几百年啊沉淀下来的一些风貌，而更重要的呢，就是活生生的人呢，就是每个地方人的面貌都有所不同。你可以从那些人的脸上看到笑意，看到豁达，你也可以看到呢，某些地方的人呢，他脸上啊布满着忧愁，或者充满着警惕啊。那说明这个地方的人文是不太一样的，所以骑行在路上呢，虽然没有时间跟大家去做交流，但是从行人的姿态，从他们的表情啊，有时候从他们的说话，就可以了解到当地的一些人文气息啊。现在呢，我骑行在砖桥老街啊，专兴路这条普通的马路上啊，看到边上有很多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店，看到进进出出小店的当地的老百姓啊，基本上还是一种非常平和的状态。我今天想去的地方呢，没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地啊，但是呢，有个大概的方向，那就是闵行的南桥地区啊，大概在我现在的西南的方向，接近20公里的地方。我相信呢，那边呢应该还保留着一些乡村的景色啊。今天呢，我正是要去那些乡村地方啊闲逛，到那些称之为新农村的地方呢，去休闲一下啊，放松一下心情，希望呢也会有一些美好的发现啊。
刚才在街边呢看到有一些当地老百姓啊，我相信以前都是农民啊，他们可能还是有一些小田地，种一些自己的瓜果蔬菜啊，吃不完的呢就拿出来卖，就放在街边摆卖。刚好一个左转灯啊，我就左转到了中村路上。同样的是一条绿树成荫的大马路啊，再向南骑一针。好几只狗狗啊，我们在路上有时经常看到一些，不知道是野狗呢，还是大家附近居民养的狗，成群结队在外面闲逛啊。我看看它，它也看看我。
刚刚呢还是阴沉的天啊，现在呢已经出了太阳了。今天呢我也是为了利用一个还算凉快的天气啊，所以呢和天气赌了一把。对，它今天不会下雨啊，我也没有雨伞，也没有那种雨衣。万一下雨了的话呢，确实是蛮糟糕的一个经历啊。但是呢，相信天气预报大概率还是准的，所以呢，我还是按照计划出行。因为前方的红灯啊，我就右转到了这条马路上，我没看清是哪一条路啊，但是呢，方向应该都是对的。原来呢，这边是上嘉闵高架的一个路口。现在我骑过嘉闵高架下面的主港桥啊，
原来这条路是沅江路啊！我已经看到了马桥文化的招牌，所以呢，我就左拐啊，向着马桥的里面骑行。这边以前开车也来过，就马桥这边呢，也是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啊！你看这些农民的房子建得非常的漂亮。完全不亚于啊城里人心目当中向往的那种独立的小院啊，它就是一座座独立的房子，只不过呢，这些是用他们失去千百年来赖以为生的土地换来的啊，而且呢，就这一回，以后他们的后人呢，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去讨生活了。这条路也非常的漂亮啊，也是一条林荫大道，而两边的这些独立屋呢，全都是农民的住宅。非常美的一条道路啊，已经不能称之为乡道了，应该就是城区的道路了啊。这样的景色呢，我还是在祁中村那边见过，所以感觉这边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啊，应该已经相当高了。你看啊，我在这边稍微的停留观望一下，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农民小区的入口，看看里面这些房子啊，而且整个管理风格呢，跟市里的城区社区啊没有什么两样，而环境来讲呢，更加的优雅啊，因为人口的密度呢没有那么高。闵行南桥人线上城里人啊，原本呢我就要从眼前这条华宁路左转啊，但是呢，我不想错过乡间这些道路的景色啊，我就继续沿着刚才这条路啊向前骑行。而这边呢已经叫联清路了，左侧呢是一个体育场，右侧马路的转角呢是一些生活设施的便利店。这座桥叫芷江港桥。总之，一路呢经过了无数这样的小桥。这边呢也专门建了步行道啊、散步道，供当地的居民休闲呢。这边呢，应该还是延续着刚才这种农村社区啊，这种独立的房子组成的社区。
以呢，人只要稍稍的离开一下城区啊，离开城区的那些繁华也是喧闹，来到静僻的农村地带啊，就像现在我骑行的这样的这种农村地带的街道，就会有一种新的感受啊，新的景色，让人更为放松，也能呢体验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啊，不同的居住环境，甚至呢会让人产生一种神往。起码呢，很想到这样的乡村地带啊，过几天田园生活。这条马路呢到头了，前方是元松路啊，我就要在元松路左拐了。而马路对面的这些独立的房子呢，应该跟刚刚看到些农民社区啊，还是连成一片的啊。这里叫原祥小区啊，整整齐齐的规划。现在骑行的这条马路呢，也一如既往啊，绿意葱葱。看来今天啊，离开我住的地方，也就是10几公里的地方呢，来对的地方啊，近距离的和农民的那些新式的居住区啊，近距离的接触，确实从这些悠闲的农民身上啊，我们找到了城里人的不足啊。当然，城里有城里的优势嘛。所以城里人那些口头禅啊，动不动觉得人家是乡下人，我觉得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观念了啊！你到这地方来走一走，体验一下，更多的可能是感觉到自己生活当中的不足，居住环境的绝处。从生活的意义来讲啊，真的不如在这边生活。这边呢，我看到了闵行区马桥镇敬老院啊，这农村这边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敬老院。虽然里面到底办得如何呢，不敢说啊，但最起码呢也是老有所养。而且农村的人呢，相对来讲啊，这种大家庭的意识、敬老的美德啊，要远胜于城区里面的人。现在呢，见到了北宋公路，对面呢是马桥镇社区学校，社区还有学校呢。
沙港桥啊，骑上了北松公路上的一条小桥。右侧呢是马桥镇法治文化公园啊，很大的一片绿地。这里呢是马桥镇的人民政府所在地了。看到这边的景色呢，跟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南沙的东冲镇啊，周围的环境有些相似啊。可能发展的比较不错的农村的景色都差不多吧，发展的模式呢也一致啊。经过一条青年路，继续在北宋公路上骑行。前方呢就是昆阳北路了啊，我应该要向左骑行。现在呢，我从昆阳路上左转啊，立马呢就要经过一座桥。
培昆东路，就是 S32高架桥的下面这条马路，继续呢顺着昆阳路向南西行。到了这边呢，真的有一种到了郊野的感觉了啊！但是呢，左前方还是有很多的居民区啊，感觉是不是都是拆迁过来的那些原本市里的居民啊？在昆阳路上啊，经过铁道，相信呢离前方的剑川路不远了。到了剑川路了，我现在右转到剑川路上。
左前方呢是米其林的一个仓库啊，或者是一个工厂。就是我们很多轮胎啊，都以换米其林轮胎为最高级啊。当然不一定啊，只是以我的认知。现在呢，在剑川路一路往西行，不知道骑的对不对啊？到前面我要停下来看看地图了。我一般出行很少根据 GPS 导航啊，除了去完全陌生地方。像这种骑行呢，我一般在出发前呢，稍稍浏览一下地图，知道几个关键的马路啊，就出行了。因为我不想呢，在路上啊，整天看地图啊，妨碍了欣赏路上的风景。但这样做呢，有时候也会走错路啊。反正呢，走错路也无所谓啊，就当多骑行锻炼了一番。停下来看了看地图啊，居然并没有走错，目的地呢就在前方不远，拐弯大概再走个1-2公里就到了。好，说明走的路没有错啊，那就更有信心了。这个20来公里呢也很轻松啊，因为没有赶时间，没有拼速度。悠闲的骑行，加上今天天气也比较帮忙啊，有点风，时不时呢阴天啊，
时不时呢也会出个太阳，没有下雨的后顾之忧，骑起来就很放心啊。只是到了这边呢，就是没什么景色了啊，完全就是一片郊区公路的景象。前方呢有一个红绿灯啊，我感觉呢就应该在这边左转了。哎，我看到牌子了，前方直行通往民主村。我就是要来这个民主村呢，名字是不是挺好听的？耀境桥，2005年建的桥，还叫耀境桥啊。到了这边呢，就已经看到很多的这些池塘啊，不知道是水田还是池塘。先沿这条小路骑一段吧。这边呢有一条田埂吧，我看能不能在田埂上面骑一段啊。这个边上的这些水塘啊，感觉呢应该是稻田才对啊，并不是那种很深的养鱼的池塘。是不是已经收了下稻以后啊，要重新播种了呢？不清楚啊。这里有个牌子，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同心村农业山区保护标志牌。
那我的理解呢，就是这个必须要种粮食的地方啊。中国人口太多啊，不保证足够的耕种面积的话呢，就有可能一部分人没有粮食吃啊。但这边的风光很美，这些水田啊，望过去，今天有很多的白云啊，也能见到一些蓝天。乡间的公路上啊，都是摩托车、三轮车啊，以这样的农村地带常见的车辆为主。当然也有像我这样踩单车的。现在呢，我要到同心村那边呢，也有一个邻近的村叫民主村，那边去逛一逛。我突然发现这个田里头有很多的大鸟啊，在吃那些可能剩下的植物吧。看看这个田里头，应该是收割了以后啊，呈现的一种景象啊。好，我们继续向村里骑行。又经过一座小桥，马桥农业基地。果然啊，左侧的那个水田里面又插上了秧，应该是2季稻。原来呢，这边已经骑到了东川路了啊！突然感觉这个地方好像以前曾经来过似的。这里呢就是民主村了啊。那好，那今天呢我就把民主村呢作为我今天骑行的一个目的地啊。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一段旅途再见，拜拜。